女孩子深夜千万不要独自乘坐出租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在车上遇到什么。就比如说这个没有花姐漂亮的女孩，女孩竟然看到一个穿着白袍的女人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跪在路边，然而正在驾驶的司机却没有看到什么女人。就在女孩以为是不是自己看错的时候，路边的女人竟然出现在了窗口。恐怖的一幕吓到了女孩，然而她不知道前排的司机才是这条路上最恐怖的人。而女人之所以会乘上这辆出租车，还要从一次聚餐说起。电影开头没有花姐漂亮的女孩名叫小美，是一个即将结婚的准妈妈。可最近小美和未婚夫却闹了矛盾。原来小美的男友塔马德竟然是一个渣男。马德原本都已经和小美订婚，可马德却依旧和闺蜜金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本来小美以为马德会在订婚后安定一些，可就在筹备婚礼的那天晚上，马德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在餐桌上捏了金姐的大腿。马德以为他的小动作没有被小美发现，可只要有眼睛，是个人都知道他刚才干了什么。尴尬的气氛让小美觉得十分难受，她借口有事，想要先一步离开。看到小美生气，马德才意识到他的行为太过出格，他匆忙追了出来，想和小美道歉。可小美根本不想搭理马德，他打了一辆货拉拉拉布拉多爱拉布拉出租车。然而就在出租车转弯的时候，小美却看到车子的后排好像有一个女人。可等车子靠近，女人又诡异不见了。刚开始小美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她刚想上车，闺蜜和马德也追了出来。马德拉住小美，想和她解释刚才的事情，可小美却不想再和马德扯皮，她气愤地上了车。谁知马德也厚着脸皮跟了上来。看着死性不改的马德，小美再也无法忍受，两人在车里吵了起来。自知理亏的马德想要道歉，可小美却不接受。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开车的司机认出了小美。司机自称名叫约翰，白天他就在医院拉过她。得知小美竟然怀孕了，迟钝的马德才反应过来小美为什么着急结婚。然而明知自己要当父亲了，马德却想劝说小美把孩子打掉。听到马德的话，小美郁闷的心情再也无法压抑，两人又在车里吵了起来。可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约翰却没有按照目的地行驶，而是将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小路。等小美反应过来，约翰已经将车停在了路边。觉察到不对的小美想要下车，可却发现车门竟然被反锁了。而马德还在纠结要怎么劝说小美打掉孩子，他正准备找借口，也发现了车门被反锁的情况。就在马德奇怪的时候，约翰突然来到了马德的这一侧。Yeah, you can leave us here. I can't do that, man. Shut your fucking mouth! Or you'll get one and all. What a fucking rotter! 看着被电晕的马德，小美才反应过来约翰不是好人。约翰拿出绳子，将马德和小美的双手捆住。小美以为约翰是想抢劫，还说自己的包包里就有钱，只要约翰可以放过两人，包里的钱都是他的。可约翰却说自己不要钱，他就是专门来蹲小美的。不等小美说话，约翰就用电棍弄坏了两人的手机。做完一切，约翰开着出租车岔进了一条小路，将车开进了深山。就在这时，马德从昏迷中醒来，看到自己被绑了。马德使劲去踹前排的坐垫，见马德这么不安生，约翰也是一个暴脾气，他猛打方向，直接来了一个 S 型走位。看着约翰这么疯狂，马德也不敢乱来了。他冷静下来，询问约翰为什么要绑架他们。如果是为了钱，自己可以给他很多。然而面对马德的主动示好，约翰却依旧不屑一顾。他自顾自地说起了自己的家庭，还说他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听到约翰说起孩子，马德还以为约翰是因为刚才他和小美的争吵惹怒了对方，他还想说自己会好好对待小美，一定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到底。然而面对马德的誓言，约翰的态度依旧冷淡。就在这时，一辆车子恰好路过，小美大声呼喊，想要求助，可对方的速度太快，根本就听不到喊叫。约翰让他不要费劲了，车子做过特殊的隔音改装，外面的人是听不到叫喊的。得知出租车竟然被改装过，小美和马德这才意识到约翰可能是一个老手，可他为什么要绑架两人呢？就在小美奇怪的时候，约翰将车停在了路边。他先是给马德注射了一针迷药，紧接着拿出一瓶水让小美喝下，可小美根本就不想喝水。然而约翰却依旧不管不顾，将整瓶水都灌进了小美的嘴巴里。喝完水，小美借口说想上厕所，可约翰却没打算让小美去路边的草丛方便，他竟然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尿盆，让小美就在车旁解决。可能是担心小美放不开，约翰竟然还主动走开。看着不远处的约翰，小美趁机脱下了内裤，她将裤子藏在车底，想借此让路过的人发现，从而报警。可小美藏裤子的时候，车窗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倒影。
不远处的约翰听到了小美的尖叫，他似乎早就知道什么。不等小美说话，约翰就将小美粗暴地推上了车。就在约翰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他低头发现了车底的内裤。约翰将内裤还给了小美，还让她不要再动什么小心思，否则她也会被敲晕。不等小美说话，约翰再次启动了车子。然而他们刚上路没多久，刚才的女人却再次出现。恐怖的一幕吓到了小美，她匆忙将头转了过去。就在小美惊慌的时候，约翰问她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女人。听到约翰的话，小美惊慌地抬起头，她这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她询问约翰，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约翰不慌不忙地和小美说起了女人的来历。原来这条公路是英国的鬼路，大概10年前，一个名叫梅德尔的女人和女儿开车路过这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母女俩发生了意外。等警方找到梅德尔，他已经惨死在了路边，而他的女儿也诡异失踪。因为当时没有监控探头，没有人知道母女俩在山里遇到了什么。但从梅德尔的死状来看，两人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非人道的折磨。自那以后，这条路上就开始发生怪事。路过的司机经常会看到有一个穿着白色睡袍的女人在路边摆出诡异的姿势。刚开始司机们以为女人是想寻求帮助，可当他们停车查看，女人却又诡异不见。因为梅德尔没有伤害过路人，过路的司机们也没太在意。可直到某天，一个男人路过这里，自从遇到梅德尔，男人就开始厄运缠身，遇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听到约翰的诉说，小美感觉脊背有些发凉。就在这时，梅德尔再次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坡，他挥动手臂，做出各种诡异的姿势。小美不敢看向窗外，只能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向前开了多久，小美才悄悄睁眼，看到梅德尔没有出现在窗外，小美才长长的叹了口气。谁知她刚回头，却看到梅德尔竟然出现在了路边。不等她反应过来，梅德尔竟然就来到了车上。恐怖的一幕吓到了小美，然而约翰却让她不要担心，梅德尔并不是盯上了她，而是盯上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听到约翰的话，小美才反应过来，对方竟然也能看到梅德尔。就在小美奇怪的时候，约翰终于说出了自己绑架他们的原因。原来当年开车路过这里的男人就是约翰，当时他也在路边看到了对方。约翰以为女人遇到麻烦，还热心的停车帮助，可当他将车停在路边，却发现梅德尔不见了。就在他奇怪的时候，梅德尔出现在了后排。First, you look like a warning. I managed to tune in a bit, and it wasn't a warning at all. She was speaking about how things are and always. 惊慌的约翰匆忙将车停在路边，可女人又诡异失踪。自那以后，约翰的家里就开始发生怪事。他的儿子莫名中邪，经常发狂暴走。从一个神父口中，他才得知自己被脏东西盯上了。约翰想到了路上遇到的女人，他调查后才得知了梅德尔的事情。原来梅德尔之所以出现在路旁，其实是为了找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被梅德尔带走，约翰找到对方谈判，只要他可以找一个替代品，梅德尔就会放过他的孩子。于是约翰就伪装成出租车司机，跑到医院寻找目标。刚刚怀孕没多久的小美恰好去医院检查，结果就被盯上。听到约翰的解释，小美才搞清楚自己被绑架的原因。就在这时，车子来到了一栋废弃的屋子前，小美和昏迷的马德都被带到了屋里。约翰告诉小美，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马德都将生活在这里，直到他生下肚子里的孩子。不等小美说话，约翰就锁上了门。他来到屋外，准备弄些吃的。看约翰正在忙碌，小美就想找机会跑路。她唤醒了被迷晕的马德，可约翰的药水太强，马德根本使不上力。他让小美快跑，跑出去后再报警回来解救自己。看着昏昏沉沉的马德，小美只好独自离开。她翻窗来到屋外，趁着约翰不注意偷走了桌上的钥匙。然而就在小美想要打开铁门的时候，从厨房出来的约翰却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他刚想过去制止小美，却被昏昏沉沉的马德拖住。看着地上的马德，约翰直接从兜里掏出了小刀，他一刀干掉了马德。而逃出来的小美已经跑到了约翰的车上，他刚想启动车子，谁知约翰却恰好追了出来。看着暴躁的约翰，小美匆忙捂住肚子。约翰担心伤到孩子，忍住了没有动手。他将小美丢到后排，将她带到了后山。小美看到梅德尔就在路边等待自己，约翰想要将小美交给梅德尔，让他不要再缠着她了。可就在约翰要动手的时候，小美却告诉了他另一件事。There is no child here. I lost it. 原来因为马德死性不改，小美极度郁闷，结果不小心流产了。
得知自己被骗了，约翰开启了暴走模式。为了防止自己的罪行暴露，约翰就想干掉小美。可谁知当他准备去后备箱拿家伙的时候，却发现周围一片漆黑，小美和车子竟然都不见了。就在约翰奇怪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约翰走近一看，发现竟然是他的出租车，车上的小美也消失不见。奇怪的他回到了车上，准备离开这里。可在半路上，约翰却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他刚想接听，谁知小美突然从路边窜出。可等约翰下车查看，却发现车子根本没有撞到人。约翰以为是错觉，开车继续上路。可他没有注意到，小美就在车子的后排。很显然，约翰和小美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不过电影到这里却结束了。以上就是2024英国最新惊悚电影《黑暗计程车》的全部内容。总体来看，电影有些小抠脚，尤其是结尾，完全没看懂。不过前半段的惊悚气氛还是不错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